这视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龙文化，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最近 B 站很火的游戏 CJ 黑神话悟空，它的实际演示里边直接拉满国人情怀，尤其是在13分钟演示过后再次引爆全网高潮的中国龙，让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。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看这个游戏里边龙在外国人眼里，他们看到之后的反馈是这个样子的。先抛开上存的技术问题，最终成品效果不说，单论建模精度、IP 架构、文化内涵这三条，亢金龙的设定甚至可以叫上一声游戏界的中华第一龙，直接甩俩翅膀会喷火的恶龙形象18条街，它环绕的那尊山西晋城元代28星宿彩塑，更是有学者赞之为全妙艺术之冠。无论身手姿态，或动或静，或站或坐，全是舒坦自然，没有半点生硬。本期我们就先聊一下中国龙的历史，以及黑神话悟空传递出的中国审美和中国价值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宣扬我们自己的龙文化。耐心看完视频，你会发现黑神话悟空真的对西游记是有考究的，大家也会对亢金龙有更深的认识。有学者曾经在美德、俄印4国做过中国龙的调查，结果显示在这些国家将近一半的人都认为中国龙是恶魔，是有攻击性的，与龙在中国的正面形象背道而驰，这其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儿。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缺席，以及国外广泛存在的文化惯性和认知偏见，使得很多文化产品里边中国龙被套用了西方龙的恶魔属性，这个很多中国观众并不知道啊。比如2010年漂亮国魔法师的学徒，典型带有中国属性的舞龙，后一秒就化身魔龙开始攻击人类。先不说制片方深层用意如何，恶龙设定本身就给中国龙贴上了负面标签。那我得说说真正的恶龙形象是什么样的。虽然早期希腊神话、北欧神话、日耳曼神话里都存在类似卡德摩斯、齐格鲁德、齐格菲屠龙的屠龙英雄，但事实上龙在一些地区还是比较吃香的。日耳曼人、萨尔马提亚人、不列颠的威尔士人都有把龙当作神供起来的历史。当年亚瑟王打萨克逊的时候，挥的也是红龙旗啊。但基督教进入欧洲，信仰环境彻底被改变了。为了颠覆原生的图腾信仰体系，传播新的信仰，基督教把龙和撒旦恶魔挂上钩，类似天使长米歇尔用长矛制服恶龙啊，圣乔治屠龙之类的故事啊被创作出来。久而久之，龙就套上恶魔的外皮。当然，新旧宗教交替给原生宗教套上污名的现象很普遍。当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时候，也把土著神阿修罗洗成了恶魔。前面我讲了一些国外龙的故事，但是回看中国，咱们的龙的形象多数还是神的形象。这一年古装电视剧多了，一提龙就是龙袍、龙椅、龙种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们是什么时候有这个习惯的呢？帝王崇拜很长一段时间都和龙文化齐头并进。帝王说自己是龙的化身，主要还是秦汉的时候。当年秦始皇称帝一统七国，各地各族人民都被整合在一个圈子里，但各地信仰不同，这边喜欢蛇，那边喜欢猪，场面一度非常混乱。国家要大一统，就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大神，始皇帝就把龙摆上了那个位置。那大神也不是小公鸡点谁我就选谁，肯定不是乱选的。早在秦汉之前，中国龙的历史就已经发展了5000年。拿一手资料来说，距今8000年的复兴茶海遗址巨型石块堆塑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。之后7500年兴隆洼文化猪首龙，7000年陕西北首领的彩陶细井平龙纹，60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蹦塑龙，现存国家博物馆的仰韶时期中国第一玉龙。仰韶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传的三皇五帝时期，这个时期关于龙的传说更多了。闻一多的伏羲考有一个观点是，龙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，龙图腾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。就可能是初期这个部落信的是蛇，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加入一个当地图腾的元素，最后形成了头似驼、脚似鹿、眼似兔、耳似牛、象似蛇、腹似肾、鳞似鲤、爪似鹰、长似虎的9似形象雏形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有一些问题解释不了，比如早期的龙除了是图腾还能参战，蚩尤坐兵伐皇帝，皇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另外仰韶时期龙的形象多走 C 型极简风，夏商也秉承了这个优良传统。周代做的变革就是把 C 型扭一扭，扭成了 S 型。之后应甲方要求啊，各朝各代产品设计不断进行唯物主义创新。秦汉时候要树立皇帝权威就要凶一点，加上了立牙。南北朝仙气浓郁就开始加云雾。唐宋时期从非洲运了狮子过来，就加了狮鼻。各朝各代的设计老师们各显神通，终于在宋朝的时候敲下终稿的 1.0 版本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龙的形象。之后虽然又经历了 1.01、1.02 等等版本的更新啊，但也就是修修眼睫毛之类的小 bug， 没再有太大的改动。但是西游记又是个例外啊，咱们前面说的龙不是能震天动地，就是能统治大地。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里面的龙王不是自己被打，就是儿子被打，整得跟群主的待遇赛的。
同样是龙，怎么还搞差别待遇？因为吴琛设定的龙王是位于五仙之下的五重的设定，裸麟卯羽鲲五重的说法来源于大代礼记，禽类称羽虫，以凤凰为首；走兽类称毛虫，以禽类为首；带有甲壳的虫类和水族等称昆虫，以灵龟为首；鱼类及蜥蜴、蛇等有鳞的动物被称为鳞虫，以蛟龙为首；人类、蚯蚓、青蛙等裸露无毛无鳞的生物被称为裸虫，以圣人为首。说到底都是设定成了兽类，地位就低了一等。所以《西游记》里面的龙王还有姓银的臭名啊，龙生九子说法也和这个癖好多少有点关系。另外，龙王的说法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，而是印度教融合中国本土神话诞生的一个词儿。中国最原生态的叫法应该是河伯将军，或者类似《山海经》直接叫名字：东海雨国，南海不言湖鱼，西海眼资，北海玉江。印度佛教里也有龙，天龙八部中的龙代表的就是以那迦为首的龙众。当初高僧秃头搞翻译的时候啊，看两方都是搞水利建设的，就把龙众里的8个高位神翻成了龙王。之后吴琛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创四海龙王一说。不过亢金龙又是西游记的例外，同样是龙，它的定位就是货真价实的道教28星宿之一，是个老神仙了。28星宿是黄道附近28星象的总称，上古时代先民根据日月星辰的运动轨迹和位置，把黄道附近的星象分为28组。因为它们环列在日月和太白、岁星、辰星、荧惑、震星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5星的四方，所以被分成4组，也就是4象，每组包含7舍。4象分别用4种动物来代表，就是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唐代历算家袁天罡为了容易记忆，把28星宿和木金土日月火水7曜以及象形的动物结合，形成了道教里的28星宿。黑神话悟空 CG 展现的亢金龙雕像取材自山西晋城玉皇庙，而以人物形象出现的28星宿像，除了玉皇庙之外，尚未发现过类似的作品，是世间绝无仅有的超级珍品。而亢金龙柔中带刚的女神形象是登峰造极之作，较玉皇庙中其他塑像，亢金龙的动势更为夸张，彩塑正面呈三角形，给人沉稳的感觉，而头部、胸腔、骨盆朝向均不相同，呈扭转状态，躯干与正面右方腿部构成2个朝向不同的体块，自上而下有向左旋转上升的趋势，手臂向左摆动，与左下方盘旋的飞龙更是构成了动势线8字形状。周身飘带的不规则弧线设计，让中心再次向左倾斜，产生一种因身体扭转而带动移动的动感。怒发设计更是丰富了雕塑变化态势，这种发式应用在道教女性神明中极其罕见，也正是古代民族融合的佐证。而悟空 CG 在雕塑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改动，把龙从原先的左下角换成盘旋于人物周身，而这种设计也是做了相当的考究的。一个是颜色，以往见的比较多的是闪不瞎眼算我输的大金龙，那有人说白龙是不是不够正宗？非也非也，尚书易记载，以五彩章施于五色，即木为青，火为赤，土为黄，金为白，水为黑，白色反倒更加符合阴阳五行的体系。想想太白金星，也就多少能明白了。另外一点，在亢金龙的爪子脚趾的数量，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龙也是爪为3指，唐代3、4指，而到了元代5这个数字被不断迷恋，他们认为5代表五行齐全，所以除了五爪龙，其他一律被叫做蟒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悟空这条大白龙都很合理，很中国。但比较遗憾的是，像这样深度挖掘龙文化的作品还是比较稀缺。如果现在让你说出一条中国龙的形象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还是86版的《西游记》。另外，我在老福特 P 站上不是你想的那个这种绘画平台上面很少看到中国龙的作品，这其实特别遗憾。理论上我们随便搞一搞都能直接凑出一个中国版小林家龙女仆了，咱也别女仆了，龙小黑战记啊，龙王的日常生活啊，龙族代理人、西游奇遇记等等，直接能把 B 站国创区冲炸了。这期介绍了这么多关于龙的内容，你心中龙的形象是不是更加活灵活现了？咱们对龙文化的挖掘缺失，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比较缺乏这种文化符号意识。我们需要为龙发声，就像章子怡在哥斯拉2里面说的那样，杀龙是西方的概念，在东方他们是受尊敬的，是带来智慧、力量甚至救赎的神圣生物。看这个视频，很多人已经非常清楚了龙的各种细节特色，我们就可以自己用画笔去表达。最近建行龙卡信用卡的活动我很喜欢，他号召大家来 B 站一起画个龙，鼓励大家拿起笔来画一画你心目中的龙。点击我们的 tag 来 B 站一起画个龙，就会看到里面有好多各种创意的龙。也鼓励各位同学给自己喜欢的作品投票，这次活动也给大家安排了丰厚的奖品，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，但刻板印象的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所以看到本视频的大厨们，我们就先从画个龙开始吧。